越南9·2阅兵为啥非要赶在中国前一天？在2025这个阅兵大年，南亚小国越南创造了独一无二的记录，一年时间连续举办2次大规模阅兵。4月份，胡志明市的主干道上，面对东大三军仪仗队的汉家军威，越南少女的尖叫声音犹在耳。短短5个月后，越南首都河内又在筹备一场同等规模的阅兵，时间恰好定在9月2号，由此也引发了外界的诸多争议，认为越南有利用阅兵蹭流量的嫌疑。此举究竟是时间巧合，还是别有一番苦心的战略选择？今年越南的2次大阅兵都是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第一次是在4月30号，那次阅兵是为了纪念越南统一50周年。第二次则是安排在了9月2号，恰好就在中国93阅兵的前一天。这一天对于越南同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1945年的9月2号，胡志明同志在河内巴亭广场宣读独立宣言，正式向全世界宣告越南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共和国。依据越南方面的历史惯例，越南宪法规定，为了纪念国家摆脱殖民统治，每隔10年举行一次大型阅兵，性质与我国的国庆阅兵类似。今年恰逢越南独立80周年，举行盛大阅兵并不值得意外。真正令外界意想不到的是，越南竟然1年内安排2次阅兵。放眼全球阅兵史，这种情况都是极其罕见，尤其是越南的9·2国庆撞上了中国的93阅兵，就不免让人将2场阅兵拿出来对比一番，最终的结果想必会让越南方面感到些许的尴尬。所有现代国家阅兵武器装备的展示，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工业综合水平。遗憾的是，越南方面不小心就露出了明显短板。相比北方邻国在93阅兵预演中展现出的冰山一角，越南在9·2阅兵中展出的武器依旧是呈现出传统经典武器为主，少量新型号装备作为点缀，包括多种装甲车辆与轻重型火炮。其中主战坦克方面，754、755、762这些上世纪70年代的先进坦克，依旧是越南陆军装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越南军方对这些经典型号坦克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经过翻新喷漆，外观也是可圈可点。唯一的小瑕疵是这些坦克已经无法适应现代信息化战场。作为越南陆军的宝贝疙瘩，从俄罗斯进口的 T90S 主战坦克也将出现在阅兵现场。此外，在装甲车品类，包括 BMP-1、BMP-2 经典车型也将列队受阅。当然，这些年越南的武器国产水平也并非没有进步，例如国产 XCB-01 步兵战车俨然成为越南陆军的骄傲。至于其他的海空军装备也基本属于这个段位。既然是武器装备这种硬件跟不上，那软件必须对标一流，让世界看一看什么叫做南亚小中华。通过今年4月份的越南统一大阅兵，我们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到越南士兵在阅兵中的表现。乍一看有模有样，仔细看去总觉得让人有点不得劲。各种训练彩排过程中流出的视频，越南士兵都给人一种感觉，那便是欢乐有余，纪律不足。用老刘的话说，他摇头晃脑，他不太用心。或许是为了节省成本，很多士兵穿着不太合身的军马制服，走起路来松松垮垮。在街头彩排时，大家有的东张西望，有的走路聊天，有的原地发呆。这种状态就好比安置房的小区保安下班后返回宿舍时的模样。可这帮小哥一旦认真走起宗师胜部，立马就是碧桂园5星上将的即视感。与我们的子弟兵一对比，立马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为了避免各位观众遇到类似情况，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没广告。咱家看似普普通通的阅兵方阵，与越南的同行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背后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说到底还是2支军队2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差距。东大子弟兵用北斗定位校正队形，而越南士兵靠背部绑十字架。我国士兵从小那是营养均衡，个个1.8米大长腿。越南士兵不仅先天不足，后天营养更是跟不上，再加上双方受教育程度差距明显，气质这块更是不用说，就连双方的军装质量也丝毫没有可比性。总而言之，2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差距就这样水灵灵体现在各自士兵的身上。就这越南方面也不知道战必锋芒，实乃勇气可嘉。对于越南的做法，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越南此举是正常操作，属于凑巧，甚至有人说越南连续举行阅兵，而且是选择在中国前一天进行阅兵，不仅是为了蹭热度，甚至是为了向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展现出自己的统战价值。这种说法又是几成真假？实际上，越南目前主要面临2大难题，一个是安全，一个是经济。这2个问题都需要利用阅兵作为契机，尽可能使其达到缓解。首先是安全层面，举办盛大阅兵仪式，自带士气 buff， 还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军队的火力，一定程度上提升训练水准，都是有着明显好处。至于越南举行阅兵是针对中国，这个则是完全没有必要。早在今年上旬，中越2国陆军就曾举办过交流活动，结果显而易见，面对中国军事实力的绝对带
差那样，越南也算是彻底放下了一切执念，尽可能在中南半岛以及东盟内部扮演相对重要的角色，更符合越南的国家利益。至于其他想法，那是压根想都不想。其次，越南1年2次大阅兵，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越南的南部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迫切需要利用盛大阅兵转移国内视线。据越南工商登记局统计数据显示，现阶段在越投资外国企业数量虽然明显提升，但是约有 56% 处于亏损状态。相比2024年，外资利润锐减 16%，2025年1月至5月出口同比下降 11.6%， 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大幅缩水 22%。2024年至今，越南有近20万家企业关闭，平均每天有856家企业消失。2025年前2个月，又有近2万家企业停业，大量工人被迫转行做零工。尽管官方宣称失业率低于 2%， 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严峻。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非常简单，越南方面为了追求更高的 GDP 数值，尤其注重投资数量，而非效率与质量，也由此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危机。当经济发展无法达到预期时，政府往往借助军队的威武形象以及武器方阵的震撼展示来转移民众视线，提升民族自豪感。这一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被多国采用，而且屡试不爽。就连一贯对阅兵不感冒的美国，今年也是特意破例，由此可见形势之严峻。此外，越南频繁阅兵也有地缘政治考量。近期，人民海军航母山东舰编队在南海进行高强度演练，菲律宾也动作频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越南突然掀起如此大规模的阅兵风潮，而且时间恰巧安排在中国阅兵前夕，难免引发外界诸多猜测。9月2日的军力展示，表面上是在纪念越南摆脱殖民统治，实际上也是在向美国和日本释放信号，也就是试图展现自己的统战价值。这种价值展示甚至有可能成为越南接下来向中国捞取好处的筹码。相比于某些国家头铁硬刚，越南的斗争策略无疑更具智慧。近期越南一边与我国高层互动密切，另外一边却在南海油气田偷偷加大产能开发，这种平衡外交也反映了越南的务实选择。毕竟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很多工厂的产品要靠中国市场消化。我们客观来讲，越南无论完全倒向任何一方，都不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对中越前后脚的阅兵也有着不同解读。俄罗斯、老挝这些和中越都关系不错的国家觉得很正常，就是各自的纪念活动不值得放大，包括中国自己也秉持了这种态度。而西方媒体更喜欢凡事往地缘政治上套，说这是中越较劲，甚至渲染成军事对抗的信号。但这种说法充斥着西方世界一贯的愚蠢与偏见，把复杂的历史问题与现实简化成对立，完全忽视了两国关系的合作面，说双方对抗完全是内务府开会无稽之谈。就单从规模来看，越南虽然号称将集结7000名士兵，外加若干武器装备，这套家伙事儿在中国庞大的阅兵规模中根本就不够看。说难听点，如果我们继续把越南当作对手，多少是有点没出息。当9月份的阳光同时照耀在中越两国的阅兵场，届时全世界看到的不只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军事装备的强烈反差，更是两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真实写照。钢铁或许会锈死，军事技术也必将不断迭代，但一个国家的前进步伐永远不会停留在阅兵场上那些光鲜或斑驳的表。英国正在沦为五常之耻，这不是一句随意的调侃，而是正在成为的事实。去年11月，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凯硕公开犀利发言，英国是时候把常任理事国席位让给印度了，因为否决权不是为昨日强国准备的。英国衰落了， GDP 是负的，再也无法建立日不落帝国，经济体量永远无法跻身世界前5了。说白了就是英国你现在太拉胯了，无论 GDP 还是国际影响力都不如印度一根，不如干脆主动将一票否决权让给印度。时间都帮你挑好了，2027年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的80周年。听了这话，莫迪巴不是该笑了。如果英国能在这时候高风亮节，那绝对能成为国际外交史上一段佳话。哦，对了，这位马凯硕还有一层身份，他是一名印度裔新加坡学者。虽然以他的身份说这些多少有点选贤不避亲，但却也揭开了一个冷酷的现实，那就是英国衰落已是不争事实，尤其在军事这块。冷战初期时，英军还能靠着祖宗余英、战后红利与美法并称北约3巨头。可现在呢，弹药告罄，武器不能自给，军队也正在被低入伍率掏空，大军种的新老更替全都停滞不前，国防更是拉垮到要完全依赖另一个国家。
那么英国军队到底有多虚？身为前地球霸主，英国怎么拉胯成了这个样子？英军真正开始拉胯是在冷战刚结束那几年。话说自打苏联解体后，和平与发展就成了新的时代主题。西方世界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而华约的瓦解和美俄的握手言和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的战争焦虑。以前两大阵营交锋的最前线是阻隔两德人民流通的柏林墙。柏林危机爆发的时候，英国老被吓得那叫一个胆战心惊，生怕哪天苏联想不开，一波钢铁洪流下去，推到了英吉利海峡自己的家门口。因此英国每天勤加练兵，甚至曾秘密拟定了一个薛大德的蓝孔雀核地雷计划，打算在西德埋下10颗威力无比的核地雷，这样一旦将来苏联入侵西德，就可以以此阻止其推进。总之，核战的氛围一度笼罩在整个欧洲上空。而现在呢，北约东扩都扩到罗马尼亚去了。在现在的英国看来，前线离自己远着呢，天塌下来了还有美国爸爸顶着，有啥好怕的？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是这种心理上的轻视，直接导致英军武备松懈，放马南山。如果说91年海湾战争时英军还能独当一面，那么到了99年科索沃冲突和03年伊拉克战争时，就是纯纯的拖后腿了。这一时期，英军的战略目标已经从硬刚苏联向小规模冲突干预转变，逐渐丧失自主化作战实力，越来越依赖盟友，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帮助。尽管英军也参与了北约行动，但自己能用的战机非常有限，航母也出动的比较少，而且几乎所有行动都是在美军的空中掩护和后勤保障下进行的。比如在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英国虽然出动了约 4.6 万的陆海空部队参战，超过了1982年马岛战争和1991年海湾战争的人数，但几乎所有重装备和航空支援都依赖美国，尤其是先进装备这块依赖最深。伊丽莎白号航母号称大英护国神舰，虽然样子光鲜，但搭载的都是美国产的舰载机，而且这些战机的核心零部件甚至作战网络和操作软件都离不开美国的供应链。这意味着英国舰艇甚至不能单独作战，一旦离了美国的卫星导航，就会立刻黑灯瞎火。常规武器方面，虽然英军的挑战者2号主战坦克账面数据上有200多辆，但这是包含了已封存的、待升级的和训练用的非战斗车辆，真正能打的有多少？据英国国防委员会2023年披露，能在30天内投入作战的只有157辆，这数字还是被夸大的。2025年，英国独立报再报，还能出击的挑战者2型坦克只剩下25辆，其中14辆原污，至少1辆在前线战损，库存中的148辆则计划升级为挑战者3号，但苦于升级线要等到2027年才能量产，因此其余的要么封存，要么拆备件留作更换。一句话总结，英军目前只有不到1个营的坦克兵力，能一开打就立即投入战场。据英国的前陆军参谋长帕特里克·桑德斯所说，英国陆军已经疲惫不堪，只能打一场持续1个月的小规模战争。至于弹药库存方面，更是需要北约调配，但问题在于，美国也正在越来越厌倦被依赖。去年5月，美国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直言表示，英国不能再依靠美国来填补英国陆军缩编的缺口，就维持本国军人在战场上的生存而言，英国需要自力更生。而伴随着英国陆军规模持续缩减，到2024年时，陆军兵力甚至不足 7.3 万人，创下拿破仑战争以来的新低。英国陆军愈发空心化这个事实已经摆在明面上了。那么，英国军队为何会衰落这么快，这么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政府没钱了，特别是迈入21世纪以来，财政压力日甚一日。08年的金融危机让英国经济遭遇暴击， GDP 下降 4.1%， 失业率更是一度飙到 8% 以上，英国政府不得不削减开支，国防预算自然也就一降再降。防务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冷战后峰值的 3.5% 一路跌到2010年的 2%， 而预算紧缩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军队规模缩水、现代化停滞、训练质量下降，进而被迫在有限的资金下自我节约，装备更新和训练受限。2024年11月20号，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甚至宣布，英国将报废5艘军舰、数十架军用直升机和一支无人机舰队，只为了在未来5年省下5亿英镑的经费。并且由于弹药数量实在不足，以至于每次演习之前，英军都要向北约打报告调配库存。堂堂一个5常大国，居然连这点国防机密都没有，实在可悲。据称，一旦参加大规模实战，英军将在短时间内耗尽弹药。俄乌战场上一天消耗的库存都比英国半年的产量多，这涉及到工业生产能力，可不是没钱那么简单了。和美国一样，英国的制造业也越来越拉胯，经济也很早以前就脱实转虚了。去工业化后，金融业和服务业开始占据英国 GDP 的大头，而制造业生产线却很多搬到了印度，以至于坦克、装甲车、战斗机等重要装备的零部件都大量依赖进口，连最基本的弹药供应都无法保障，更别提国防自主了。
英国国防部也确实想过要加钱解决这一问题，但提议一次次被否决，这其中来自民间的阻力最大。对于冷战乃至冷战结束后成长起来的这代英国人而言，由于新闻渲染的美苏大战迟迟没有爆发，因此他们普遍对国防局势持乐观态度，认为军费开支大不过是政府的谎言。当然该说不说，某种程度来讲他们确实说的没毛病。我们知道美国有军工复合体，但其实英国的约翰专员也没少拿。别看英军天天在医院喊穷，其实他们自己底子里也不干净。仅2019年的一次国防审计就发现有54个项目超支延误，累计损失超过50亿英镑。英国审计署更是披露，自2010年以来，国防部因各类欺诈损失接近 9.3 亿英镑，仅2023-24财年就高达 2.2 亿，更有前弹药采购专员戈登·福克斯利收受高达350万英镑回扣入狱的。可以说，尽管英军国防预算已经捉襟见肘，但真正吞噬军费的从来不是开销，而是白厅与军火商之间的利益输送，怨不得英国民主不支持你。再说了，打仗是要死人的，大炮一响，你军火商资本家大也是赚得盆满钵满了，普通民众呢？可曾想过他们的感受？自海湾战争以来，就有无数英国民众为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事业，死在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国家，这些人上哪儿说理去？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国民众会普遍报国意愿低下，反战厌战了。英军的征兵办事处的 KPI 完成度更是逐年递减，海陆空三军没有一个入伍率达到目标值的 70%。英国军队迫于民意和媒体压力，只能从尼泊尔征召库尔喀雇佣兵替代国人服役。英军总兵力更是从80年代马岛战役的 32.76 万缩水至2025年的不足15万，多项现代化武器研发项目被迫推迟或取消。毕竟在民众看来，军队只要保持一定的核威慑就 OK 了，何必在常规作战这块投入那么多呢？福利社会不香吗？话不能这么说，核威慑固然重要，但常规战力与军备才是一个国家的国防基石。俄乌冲突的经验告诉我们，真要打起来，核武器是同归于尽的底牌，而不是随时都能用的手段。英国这些年恰恰是因为过分依赖所谓的核保护伞，才让常规力量一路滑坡。可问题在于，即便到了要动用核武那一天，英国也未必能自己做决定。以皇家海军引以为傲的3X潜射导弹为例，这些武器全部由美国洛马公司生产，平时储存在美军佐治亚州的金斯湾基地，控制和发射都不听自己使唤。英国所谓的独立核力量，实质上离不开美国的供应链和指令支持。没有美国的同意，3X就是如同一个摆设。换句话说，假如英国跟另一个核大国开战，美国不想引发全球核战让自己受牵连，那大概率会卖队友，拒绝交出核按钮，让英军像乌克兰那样打消耗战。再说了，美国也不是做慈善的，背靠美国就要做好被收割的准备。你把美国当靠山，美国就会把你软肋当把柄。日本、韩国、欧盟都是前车之鉴。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便开始频频敦促北约盟国大幅增加军费，这等于直接把话挑明，要么交更多的保护费，要么自己承担不交的后果。为了不被老美当猪仔，英国计划到2027年将国防开支增加134亿英镑，同时将把发展援助支出占 GDP 的比重从 0.5% 削减至 0.3%。去年保守党当政时也说过要额外花750亿英镑在国防上，打算靠裁减公务员来削减成本，结果根本没干成。说白了，要想实现国防自主，光靠日不落的余晖是不够的，还要有政治决心和全民支持，这一步才是最难的。36省的简称省会，黑龙江省简称黑，省会哈尔滨；吉林省简称吉，省会长春；辽宁省简称辽，省会沈阳；河北省简称冀，省会石家庄；甘肃省简称甘，省会兰州；青海省简称青，省会西宁；陕西省简称陕，省会西安；河南省简称豫，省会郑州；山东省简称鲁，省会济南；山西省简称晋，省会太原；安徽省简称皖，省会合肥；湖北省简称鄂，省会武汉；湖南省简称湘，省会长沙；江苏省简称苏，省会南京；四川省简称川，省会成都；贵州省简称黔，省会贵阳；云南省简称滇，省会昆明；浙江省简称浙，省会杭州；江西省简称赣，省会南昌；广东省简称粤，省会广州；福建省简称闽，省会福州；台湾省简称台，省会台北；海南省简称琼，省会海口；新疆简称新，省会乌鲁木齐；内蒙古简称蒙，省会呼和浩特；宁夏
简称宁，省会银川；广西省，简称贵，省会南宁；西藏，简称藏，省会拉萨；北京市，简称京，省会北京；上海市，简称沪，省会上海；天津市，简称津，省会天津；重庆市，简称渝，省会重庆；香港，简称港，省会香港；澳门，简称澳，省会澳门。你们都是哪里的呢？